你很会啊，你行你来。好。迪哥，打平了我就全去吃烧烤啊！哎。好剑！那就休息5秒钟吧，看你累了。这不是犯规了吗？耍赖皮呢？你不是说休息5秒吗？在战场上，如果你相信你的敌人，就相当于自杀。哎，不会打起来？妈，没干嘛，吃烤串。嗯。您说这家辣来？我都还行。来，哎，大厉害，大厉害！吃啊！吃点东西呢。哎，找家真挺好的。好吃吧？我老来这儿。咱们一起敬老马一个呗。那是得敬老马。谢谢老马，谢谢老马，谢谢老马，又一顿。慢点喝，都慢点哎喝。，今天呢，老马怎么说呢，也是下了学不请大家吃饭了，大家有缘哈，能者多劳，能多吃的就多吃一口，不够的我们再点。哎，咋说话呢？现在都不避着我了是吗？我还待在这儿呢。我今天就是大出血了，吃吧，你别老说我了啊。哎，那再给我点酒呗，都喝完了。这么对呀，酒，真的都空了，你看都空了。你刚才不是都打了一圈了吗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就你和迪哥喝的最多。不是我说，姑娘家在外头，千万要少喝酒。我这都为你们好。哎，干嘛？哎，我是最服老马了哈，把抠门能说的这么清清楚楚，也就是老马能干的。什么叫抠门啊？这不是嘛？哎，这样吧，这顿酒我请吧，好吧？那都是你花钱吗？你是拆二代吗？我不是啊，你买的酒我舍得喝吗？啊，不舍得啊但。是老马买的酒我不心疼呀。我们都不心疼。哎，别闹，我们不能老敲老马的竹杠，是不是？对呀，这样吧，找个人陪我去搬酒吧，你行吗？我去吧，女孩哪懂酒啊，是不是？是，走吧。
菜都凉了，快吃吧。吃吧，快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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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。哎呀，李佳，你就多吃点呗，你去的啥都有，你什么怎么吃？你怎么那么没眼力劲儿？他们有点闹腾，你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应？还好，哎，我看你玩剑玩的挺好的，你学多久了？就是起步早一点，中学吧。哎，要不你进我们击剑队吧？啊？看时间呗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说。你是工作很忙吗？对，哦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刚刚说什么让我休息5秒钟，是不是就想给我上一课？哼，啊？对付你也不需要那么复杂。你这么说话就有点侮辱人了吧？我没那意思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站在你对面的人，就是你的敌人。从那一刻起，他的一切你都要洞察，你要留意他的真实意图。所以永远不要相信你的敌人。还有，我认为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，击剑是这样，生活也是如此。哎，你平常说话就爱这么上纲上线的吗？你不累吗？其实我们见过几回了，你忘了？就是出租车，咱俩还一起坐过出租车呢。我没忘，我记得。谢谢。啊，那这样吧，咱们重新介绍一下。来，江一迪，你可以叫我一迪或者小江。伊森，伊森，你喜欢陈奕迅啊？啊，不是，伊森。哎，伊森，我问你，你是什么行业？我穿成这个样子，金融。金融。对，那你是股票啊，还是基金啊，还是保险呢，还是投行啊？不，你真的很喜欢问这么多问题吗？咱们如果刚认识的话，你有这个习惯的。哈。原来你知道被人刨根问底不舒服啊，于总。从什么时候发现？也没多久。哎，麦克，公司来新人了吗？就新老板啊？哦，他叫什么？哪个鱼哪个食啊？洞察力不错，记忆力也不错，还挺沉得住气，挺好。谢谢老板褒奖。老板，我都来了1多星期了，你是我最难约的一个员工。为什么要辞职？跳槽？去哪儿？你不知道吗？我明明是被公司停职了。为什么要停你职？违规报销吧。你违规了吗？如果我说我没有，你信吗？我信，事实。你这个人，你就不能说一句你信，很难吗？不难，但我不会，因为我判断事情、判断人最忌讳的就是主观。好的，意思。也对了，谁会无缘无故就相信另一个人呢？是吧？意思，我来吧。停职期间，我建议你还是开源节流。
看不起谁呢？酒我还是买得起的。服务员，哎，你们这最贵的红酒是什么？最贵的是这边这个350一瓶。哦，那来2瓶吧。行，他买单啊。好嘞。我买啤酒，谢谢老板。成不成，老板？用不用我帮你？不需要，我还可以。哦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我，喝喝酒，吃吃肉，玩儿。你要听实话的话，就是我不想离职，倒不是因为我找不到工作啊，我就是不甘心而已。有件事啊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你今天请的这2瓶酒，不亏。怎么说？我见了原生东方的周航，然后下周一呢会和张宏达去跟周航见面。我觉得周航应该会对华科远见非常感兴趣。搬不动了？你似乎对华科远见格外的执着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我就是很执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毕业之后第1份工作就在华科远见，我进了玉象投资之后呢，第1个负责的项目也是华科远见。我觉得，应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华科远见了。我看着华科远见从创建，到它后来慢慢的成长。李总，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的判断啊。我觉得华科远见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企业，所以可能我觉得我有责任吧，帮他度过这次难关，就这么简单。明天如果你能够说动周航的话，我又有什么理由去裁掉一个有价值的员工呢？真的假的？说到做到。当然，你如果能为华科远见带来投资的话，以前的事情我们就翻篇了，你的旧账没了。好，我希望以后你能够全心的投入到你的工作当中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能做到吗？能。谢谢。我帮你搬呀。不需要，我可以的。啊。然后作为老板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好，老板请讲。一会儿别让那帮人灌我酒。哼。哦。可以。肯定可以，肯定可以。咱们这儿呢，和民营图书公司比，不算忙，这是大办公室。当然了，比起你们杂志社就更不忙了。啊，这是老乔的办公室，就是副社长，上个月他刚退。你要是来了，这间办公室就是你的。哎，我的办公室就在隔壁，来，进来坐坐。坐。哎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别忙了，刘社长。咱们这儿呢，上班时间是朝9晚5，也没什么硬性的规定，只要把工作做好就可以了。坐吧。我们呢，每年都有公费出版的选题，还有些作者写的都是经济类资料型图书。光这些就够养活我们了。你来了呢，就顶老乔的位置，分管自费出版这一块，正好你人脉广，认识的也都是金融圈的人。那些个要评职称、要参加交流会、
想打造个人名片的，你都多多的介绍过来。100册起印也是可以的，具体的，到时候我让下面的人详细跟你介绍。好，你不要有压力，咱们这儿不信什么绩效考核，有就有，没有呢就去选些机构啊，做做选题，或者是搞合作出版都可以的。所以，你千万不要有压力，啊。好的。那，你打算什么时候上班呢？薪资待遇什么都谈好了，刘社长的意思就是，只要集团放人，他那边就能随时入职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挺好，适合养老。其实就是换一种活法，享受一种慢节奏的生活，对吗？周航啊，这不是节奏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没有挑战。哎呀，我觉得挺好的，有了自己空余的时间，你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。我记得之前你跟我说过，有个大学想请你过去做客座教授，没事儿上大课，给他们培养新人，多好啊！哎，周航，我怎么觉得你这在变着法儿的劝我去啊？有这么明显啊？相当明显，好吗？其实我们平常生活都太忙了，你忙我也忙，将来咱们有了孩子，孩子也需要人陪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。好，知道了，我再想想，好吗？怎么，亲爱的夫人，你怕我养活不了你们啊？哎呦，周航，你今天怎么了？这说话这么肉麻？起鸡皮疙瘩了。好了，回家再说啊。拜拜。嗯，进来。那个周总，玉象投资那边有消息了，他们准备撤诉。太好了。吴月亭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听说克罗曼现在是卡在动物实验和刑检上，这次第三方检测没什么问题了，但流程还要点时间。第三方，检测机构是哪家？辉耀。辉耀。方总。对。帮我约他，周末打一场球。我约他打球的事儿，要想办法让克罗曼的人知道。明白。去吧。谢主编。哟，这么巧，王老师，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您了。是。您在这是？不，我现在在一家民营的出版公司啊。哦。主要是出版发行一些财经类的这些畅销书。今天我特意到这里来啊，是考察市场的情况。其实民营的这些出版社做的挺好的，对他们特别的有活力、有冲劲儿。是的。您看起来状态不错呀。哦，是吗？你今天这么闲着？对，我这会儿还行，我就过来转转，看上了一些什么新书。哦。啊。有时间吗？我能请你坐坐，喝杯咖啡。谢谢。王老师，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？我知道了您的事情。我可不是来幸灾乐祸的。王老师，我怎么会那么想您呢？其实啊，我这个心里还是有些后悔的。
当时辞职的时候啊，我这个内心是很愤怒的，对集团，甚至对你当时的那个打分的做法啊，我很不理解的。可是经过这段时间啊，消化了之后，我这个人就平静下来，我也就想明白了，很多事情不是你我能决定的，啊，都有不得已的时候。那这个事情不怨你，也不怪我的，可能就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啊，真的是时代变了，啊。王老师啊，谢谢您能这么理解呀。哎呦，可不要说谢，我要说谢谢你的了。谢我做什么？我现在在这个公司啊，我听说还是你向这个徐总推荐的呢。不是徐总告诉我的啊，我是通过人事部门他们无意间透露，说我是内推到公司里来的。我一猜，应该是你吧？要不你说我这个老头子怎么跟刚毕业的这些小年轻比啊？哎，这2杯咖啡不算数啊！哎，我有机会，我得用那个北方话怎么讲？我要请你搓一顿。那到时候我点菜行不行？好的呀。王老师，其实这个事儿啊，不是这个样子的啊。我从来不会因为同情啊，然后去推荐一个人。我就是因为您是一个既有经验又非常有责任心的老编辑，这种人对徐总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。我不过就是让他知道，他现在有机会能挖到您这样的人过来而已，其他我可什么都没做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更惭愧了。其实，当时离开中商浪潮的时候，我有一件工作没有做好，我这个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王老师，这个事情，我要是再坚持的话，你就不会遇到这么多麻烦事了。什么意思？徐德林的那篇稿子，侬晓得吧？当然了。那篇稿子在下场刊印之前，我就发现了问题。那些数据还有初审、复审的那些稿子完全是不同的。那你当时为什么没说呢？哎呀，我说了，我提了呀。我找到吕健，当面跟他提起这件事情，他不相信我呀，他还说我是为了表现才这么做的。你说，哎呀，不提了。这段时间我也在想，我觉得他不是不相信，他完全知道我想说什么。这个徐德林和吕健走得很近的，有几次我看到他们俩单独在一起，在商量事情呢。我在想，万一呢？哪有那么多万一啊？我这个人平时不爱管闲事的，但是玉象投资这篇稿子出事以后啊，我就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的。后来徐德林离职去了这个科罗曼，吴月婷的公司。哎，这就很明显了呀。哎，我不是挑事啊，我是怕节外生枝的呀。你像这样的真相，你是需要了解的。我想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意外吧？是我。哦，林慧啊，我想知道集团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。哦，集团下一步的计划，我去给你了解一下。喂，你好。谢主编啊，他现在不在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？啊。喂，我是吕健。啊。现在这儿我负责，有什么话请讲。哦，好。
啊，这样吧，你把资料先传过来，或者发邮箱里，我看一眼，好吧？这是要给作者签的那个稿费，好好好，请您签下字。什么？这是要给作者签的稿费。这稿子不是撤了吗？哪来的稿费？哦，是已经通知不再合作了。这个呢是上一期的稿费，碰到咱们改版又是长假，所以才拖到现在。那这不能签啊！可是这个作者我们合作了很久啊，再拖下去恐怕说不过去吧。这是之前人负责的，我当然不能签。那我找谁去啊？再等等吧。李健，我先出去做采访了。等一下。人事部发你邮箱里的邮件，你看了吗？怎么了？新的规章制度要求每个记者在出去采访的时候，要填表登记。今天我没看见你填的表。我忘了，确实是不太习惯。要不我改天补签给你。今天这个采访确实很重要。等一下。来啊！来。借着这个机会呢，我跟各位再重申一下，之前咱们杂志社管理混乱，我跟社长呢到人事部重新捋了一遍，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。希望大家都会重视。新的规章制度呢，不是走过场，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，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的考勤制度跟各位的去留紧密关联。希望大家能够重视，不要掉以轻心。哎，主编，慧姐，没打扰大家工作吧？我们想死你了。我也很想大家。好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大家都回工位去吧。啊。刘慧，怎么样？好久不见，大伙儿都特别想你。我有些东西落在办公室，取一下就走。李慧，社长让我先在这儿办公，所以我拿上东西就走。都在那边呢。我是怕你东西弄坏，所以让他们收起来了。我想单独收拾一下，介意吗？哎呀，你这什么话？谢谢。林慧，怎么样？差不多了吧？主要这儿一会儿还有个接待任务。这社长非得让我干这，我也是硬着头皮上的，真的。不过你放心，现在这儿还都挺好的。要不我找个人帮你？不用，那些也都没什么用，我就拿着一本书。
叫我说别送了，这来来回回的。这条路来来回回的，以前咱俩走了那么多次哈，每次都是谈工作，可是没想到，林慧，刚才有些话在办公室没好讲，我觉得集团对你的处理不公平，真的。高总难道都不明白这么多年你为中商浪潮的付出吗？别说这次的报道，数据失误那也是徐德林造成的。就算集团要找一个主管来承担责任，那也应该是我呀。是吗？那个，我觉得我呀，为了什么眼前的工作，或者为了自己所谓的未来什么的，我都没为你说句公道话，我挺对不起你的，真的。我一直也没敢给你打电话，因为我无法面对你，我怕你笑话我，怕你看不起我。明白了。哎，你现在什么打算啊？集团高总没找你聊聊吗？哎，这个事儿你什么想法？你觉得我是应该回来还是不应该回来？咱俩所处的位置不同，手上资源也不一样。但是我觉得从个人情感上来讲呢，我觉着你肯定愿意回来。但是你看杂志社现在这种状况，官司没有了结，网上口水不断，同行也落井下石，而且集团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点决绝。你的意思还是不建议我回来哈？那你说，我要是不在，谁适合坐在主编这个位置呢？我只是站好我自己这班岗，别的事儿我也不想那么多。我也再想想。听说徐德林收了玉象投资的钱，你知道这件事儿吗？他不敢吧？是。人这不现在也离职了吗？也没什么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事儿，最多就算个传闻吧。但是这人做了，都会有痕迹，你说是不是？而且这前脚刚从这儿离职，后脚就去了吴月婷那公司，这也太明显了吧？那谁不得想想这背后，是不是还有什么隐情啊？我觉得你可能是作为记者的本能吧，也许事儿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也有这可能。反正先不着急把这个事儿下定论吧。林慧，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。那就别讲了。林慧，我特别的感激你，真的，感激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和器重。说实话，你突然的离开，我都没办法接受。你把那么大的摊子，尤其是杂志改版的转型期留给了我，我觉得压力太大了，太大，我都。可是慢慢的做下来，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难。而且现在杂志运营的也比较顺利，也有了一定的客户。所以呢？我觉着人最重要的是要看清现实，急流勇退是一个聪明人的选择。我知道，一个人真的很难面对自己成为过去式，尤其是你过去又有一定的名望。可没有什么事儿是永恒的。你看那些曾经站在世界之巅的运动员，退役以后重返赛场，没有几个能再铸辉煌的呀。我们看到什么了？英雄迟暮，同情，剩下的只有自取其辱。一个时代过去，它就是过去了，每个人都得面对，那叫翻篇了。人最重要的是要找对自己当下在社会上的位置。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逼上那不堪的境地呢？谢谢你跟我讲这番话，吕健。我以前呀一直没有小看过你，但是你的火候还是太轻了。别着急，沉住气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喂，林慧啊，你讲。你之前说的事儿我已经有了眉目，集团高层在设法变革。哦，他们也开始找沈宗玉了。对，据说所有变革都是围绕着普航创投的投资意图。看来普航创投准备进军传媒业，这个传闻属实了。是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我想知道沈宗玉和普航创投最新的动向，尤其是投资传媒业的一些情况。中诚出版社？不，我已经改变主意了。哎，来，吃一点，哎。过来，哎，吃的乖啊！哎呀，最近我也不在，老王那个八哥没有欺负你吧？哎，他那个脏话啊，咱们不能学的啊，咱们是好孩子，乖孩子，哦，吃吧，吃啊，哦，哎，那你叫，大声叫。谢叔，这才几点啊？你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生煎都买回来了，还有豆腐花、葱油饼，你说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了啊？那你等着我，我马上下来。小心汤我刚微波炉打过的。就是这味儿，我在国外想吃这我都想疯了。哎，这个不是说中国城什么都有吗？波士顿没有钱了汤。那也不是咱家这味儿啊。你不至于是因为这个才逃回来的吧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叔，你现在把药吃了没？你不要打岔。没吃是不是？你看看。哎呀，好了，我有数的。这早饭前的你都没吃。哎呀，我吃完饭再吃不行啊。那医生都说了，这早饭前、早饭后、中午、晚上睡前都得吃的。我姐就知道你不会按时吃药。那。这些小孩子呀，一个一个都颠倒过来了。哎呀，对老人家管头管脚的。那放着过去啊，那讲三从四德，这是嫁不出去的。谢叔，我们呢，这叫尊老爱幼、爱护长辈，那是关心您的身体。吃掉了啊。哎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？你从国外逃回来，
你妈要是知道了我跟你姐一起瞒着她，那后果很严重的。她那个脾气闹起来，那不是一般人能搞得定的。你今后怎么打算呀？你说完了，我去上厕所啊。我话还没讲完呢。你等着慢慢说，待会儿说啊。真是买多了，晚饭都够了。吃。谁呀？来了来了。是你啊？好久不见啊，老谢。